老板，我第一次觉得做你的助理律师很值得。不用麻烦了。别动。痛吗？你是我的员工，在工作期间受到伤害，作为老板是要赔偿的，避免后期可能造成损失。所以我经络均衡，我的身体组织也不属于我的管辖范围的是吗？理论上是这样的。程瑶，这次在神父身体组织完全灭失的情况下还能打赢官司，肯定能上嘉实年度经典案例吧？为了表示庆祝呢，周末我们吃烧烤，我请客，怎么样？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程瑶，我真请，跟我来下办公室。我真请。真不去了。小丽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接陈清美这个案子的理由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我只是有点不喜欢陈清美，还觉得有点对不起董敏。不过以后我会尽量克制好自己的情绪。我知道，既然已经入了这一行，就不应该再矫情什么正义不正义了。你是在为正义而战，但正义不止一种。你眼里只盯着个案的正义，但对于法律进步和法治的进程而言，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更重要。因为你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律师不是法官，不在每一个发生纠纷的现场，不负责判定对错。鉴于法律发展的不完善，有很多时候，哪怕法官再明辨是非，绝对的正义也是不可能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对于法律的进步和法治的进程而言，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更重要，因为它更是看得见的正义。我知道程序正义想的是审判过程的公正，法律程序的正义，但就是因为过分强调程序正义，才会出现辛普森杀妻案那样的审判。就是因为程序正义，才会有那么多坏人逃脱了法律制裁。可他保护了更多无辜的人被错误指认呢。你现在在办的每一个案子，都是在守护程序正义，让这个国家的法治变得更好一点。但是我们也有权利去选择为好人做代理啊。而且老板明明那么有钱，为什么总是选择一些有争议的案子？毒瘤这个名字，你真的不在乎吗？只要钱，不要道德的毒瘤吗？程瑶，法律一直保护的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，无论好坏，没有区别。即便犯下罪行，也要调查清楚这个人做坏事是不是有令人同情的理由。比如长期受到家暴，最后在压抑之下怒杀丈夫的妻子；比如正当防卫、自首等。哪怕是那些穷凶极恶的杀人犯，也有体面的接受法律惩罚的权利。法律会制裁他们，但是也不能刑讯逼供，惩罚的时候也不能虐杀，要让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制裁，让他们有可能吸取到教训，改过自新。法律保护的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，哪怕是坏人的，因为法律最大的意义就是公平。我现在回答你之前那个问题，我们维护的不是狭隘的个案公平正义，而是程序正义。这就是身为一名律师工作的最大价值。
老板，我第一次觉得做你的助理律师很值得。如果以后我成为一名知名律师，我就会用小时来计算，支付你今天的咨询费。咨询费就不用了，你帮我个忙吧。吃了它。香菜味的巧克力啊！进口的限量版。我一直好奇是什么味道，又不敢第一个尝试，但是看你的表情，我明白了。陈明，认真工作，努力赚钱，努力报答老板对我的栽培。陈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怎么又对钱恒上头了呢？之前教训还不够吗？工作工作。干嘛？我刚睡着。哎，老吴啊，我呢还是想跟你聊聊我那个朋友。然后特别巧的一件事，他有点失眠。他那个朋友对他来说这个问题还挺重要的。他告诉你那个朋友，要么乖乖服软听我的话，要么就给他拉黑删了吧。哪个好人天天晚上不睡觉想的这点破事儿？就以他这个破烂性格，活该他失眠。挂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。也不知道钱恒是不是真的睡得好。算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哼。老公，你不是刚从公安局下班吗？有人敲门，你快去看一下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找了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老公？老板，老板，怎么是你啊？凌晨2点了，你来干啥？有支钢笔可能落在这儿了，我回来找找，能进去吗？哦，当然可以了。不过一支钢笔而已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拿到公司就好了呀，怎么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呢？那支笔是我第一次打赢官司的时候爸送我的。
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我不知道你爸爸。我爸活得很好。找到了吗，老板？还是没找到。是什么样的钢笔啊？我帮你一起找吧。黑色的金属材质。你走了之后，我帮你打扫过屋子，没有见到你说的那个黑色的金属钢笔。你会不会是落在别的地方？你是觉得我在骗你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么小小的一支钢笔，有的时候遗忘在某个角落也很正常。反正今天必须找到。哦。不过老板，你可以把墨镜摘下来找，这乌漆抹黑的，多影响寻找的效果呀。你慢慢找，我出去了。找到了吗，老板？还没有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已经凌晨3点了，还没找到。找了这么久，应该很累吧？啊，对呀，确实挺累的。明天早上我还要去开会，这么晚了开车也不太安全。就知道老板，所以我已经帮你提前叫好代驾了，代驾已经在楼下等你了，确保把你安全送回家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啊，你开。刚接手董山案子的时候，我因为觉得过于简单，所以掉以轻心。但是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发现作为一个律师，不仅要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，更要有一个好的沟通能力。如果我能够给人更多的信任感，那么董山也许就会在一开始告诉我实情。陈其美的案子，我因为带入了个人情绪，导致忽略了程序正义、法律和道德、公平与正。什么来着？公平与正义，程序与实体，如何在职业里平衡好这些关系，正是做律师的意义所在。语言很诚恳，但这个语气有点生硬。我不认为啊，程瑶，我觉得很好。就你认错这一出啊，和当年的于飞一模一样。我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哪里啊？我是现在才发现老板背后的用意，发人深省。以后我会继续向老板好好学习，积极向上。这个案子啊，你们做的不错。至于你，程瑶，别灰心，前面13个助理，老板对他们就一个字儿，哼。但是对你是，啊？你俩滚出去。老板，你的钢笔找到了吗？那就好。没什么事，我也出去了。
对，老板，你的眼睛为什么？我不是熬夜啊，不是因为失眠。凌晨2点了，你过来干啥？有支钢笔可能落在这儿。你要不要把墨镜摘了找？老板，要不你，要不你，老板，要你你闭嘴。你说完。什么时候把饭还给我呀？磕磕巴巴就跟我说这个。这嘴是张张的那个。总不能当着包哥的面说让你搬回来吧？今天我请客，大家随便放开了吃，尤其是包哥。按理说呢，那包哥肯定是要请客的，但是这是陈瑶来我们打赢的第一场官司，那必须得陈瑶让我们好好庆祝庆祝。我们干个披萨吧，来！祝陈瑶在我们所未来场场官司旗开得胜。没错。哎，好吃啊。再见啊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包哥呢，肯定是想站在正义这一方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老板接了案子，我得帮老板赢啊，要不然我肯定不会低上我高贵的头颅，践踏我洁白的灵魂。电话来了，好巧，接个电话。喂。我都听说了，你是14个助理里第一个把钱律问出那种表情的人。哪种表情啊？便秘的表情。啊？因为钱律向来都是主动分钱的，但是你是第一个跟他主动要钱的，他肯定是这个表情啊。我天哪！哎，知道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？陈建美刚生了。预产期不是还有1个月吗？怎么生了？陈建美回家路上摔了一跤，到医院就早产了，还有不想肚子上留疤，坚持要顺产。咱们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啊，心情大好，不控制饮食，胎儿比预期要大，生产到一半难产了。这时候又不能顺产剖，孩子一出生就缺氧，好像还呛着羊水了。那孩子还活着吗？孩子要是不在了，陈静美1分钱都拿不到。活着是活着，但是难产缺氧太久，不会自主吸奶，刚确诊是脑瘫。董老爷子，小程律师啊，我后悔了，你去帮我把那个侵权鉴定撤回来吧。这个孙子我不认了，我有敏敏就足够了。但是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，陈晴美肚子里的孩子跟你有血缘关系，这个是事实。我要是知道这孩子生出来有问题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同意去做个什么鉴定啊。现在文秀和敏敏也不来看我了，听说文秀还要带着敏敏出国，永远不见我了。哎，程律师，你不是和敏敏认识吗？你替我劝劝她，家产全部给她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董老先生，蒋女士跟董敏他们在意的从来都不是钱，真正让他们心寒想要离开的原因，您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董老爷子一边找我们撒泼，一边找陈晴美闹。陈晴美本来产后恢复的就不好，这会儿听说发高烧了。哎，那孩子呢？对，孩子不能死了。孩子一死，这遗产继承人是谁呀？陈晴美。董老爷子能愿意吗？所以现在董老爷子找人把陈晴美盯得死死的，生了她背地里为了钱把孩子给弄死了。还有那个，他不是陈晴美不是有一个小鲜肉男朋友吗？董老爷子找人打跑了。
为了这点遗产搭上自己整个人生，你们说陈新美最开始能想到自己是这个下场？那谁能想到？何妖人啊，他那个，董老爷子让他诉苦，我寻思他最近心情肯定也不好了。我说你忙完了你回去休息吧，毕竟是年轻的律师嘛，也不像我们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其实，哦，对了，那个唐斌的家族信托案，他委托代理合同下来了，说想跟您见一面，您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那我订机票2张公务舱。 2张公务舱。不是，老板，这不好，你对我的偏爱已经很明显了，甚至有点明目张胆了。您当我看了会嫉妒的。其实我作为助理律师，经济舱就可以了。哦，我把你给忘了，没事，你不用去了啊。2张公务舱。 嫉妒。喂，妈妈。洋洋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下周啊跟你爸来看你啊，准备在你那儿多住几天哦。哦，好，那你到了跟我说一声。还好老板搬走了，要是遇到不知道要出什么幺蛾子。程瑶是我的员工，你没资格说他失职，别再搞什么小动作。我别墅里有几张珍藏版的唱片，我拿给你。我连一个像样的留声机都没有，你送给我也是暴殄天物。你要是喜欢，就不算暴殄天物。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算了，别想了。咦，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能进去吗？哦，可以。我听说董老爷子来找你了。嗯，他说想要撤回侵权鉴定，不过也能理解了，他那么期待的孙子突然有了生理缺陷。老板，你放心，他没有为难我，而且作为律师嘛，磕磕绊绊的也很正常。你倒是想得开。谢谢老板关心我，来都来了，我给你做顿饭吧。哎，你别多想啊，我就是来通知你，明天外省出差，家族信托纠纷案。又有新案子啊？不过家族信托，包哥比较熟吧？他话太多，那于飞哥比较沉稳，话太少。所以老板是觉得我专业到位，形象宜人，就连说话的数量都刚刚好。那倒也不是，只要是自控力这方面，我对你还是放心的。跟我同住这么久，你把持的不错。没了？就没有别的闪光点吗？好吧，那我也不自讨没趣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老板，我送你吧。送就不用了，去做饭吧。你都说时间不早了，餐厅都关门了。你可以看电视剧。你不是最不喜欢我看剧了吗？我这个人比较开明。你会这么好心，我看你是自己想看，还不是真香。
吓他一下，赶紧走。看这个吧。你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么恐怖血腥的电影吗？挺吓人的呀。有吗？老板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？你刚不是说挺吓人的吗？是挺吓人的，你是挺吓人的。对不起啊。但我律所里有一叠恐吓词，比这读起来恐怖多了，那血腥感能直接带到你梦里。想听吗？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吓死我了。家里还有新的洗漱用品吗？啊？我要留宿。留宿？这离机场近，你可以拒绝，按走归于费。怎么会呢？老板回来住是我的荣幸，而且这也是你家呀，热烈欢迎。我跟你说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本来想放个鬼片，吓一下钱恒的，结果他没被吓到，我被吓到了，饭都没吃好。钱恒这个人就是鬼见他都害怕。我觉得真的吓到人是你。你看看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钱恒是虐待狂没错，你什么时候变成受虐狂了？放下锅！你以前怒怼客户那勇气呢？有备无患嘛，万一我也想吃呢。呵呵。哎，不过，你有没有觉得钱恒真的有点问题啊？你才跟他经手2个案子，就死了2个人，该不会真招来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不会吧？那应该也找不上我吧？妈呀，你是第1天上班吗？你不知道员工的作用就是为了给老板挡刀的吗？要不我今天晚上过去陪你好了。我记得你以前看恐怖片的时候，晚上都会睡不着觉。还是算了吧，你已经怀孕了，别乱跑了。再说了，我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，怎么会怕鬼呢？我先收拾行李了，不跟你说啊，早点上床睡觉，拜拜。不怕，一定没事。开着灯水应该没问题。哇，大半夜你干嘛呀？你有没有发现停电了？所以呢？所以你的电脑还有电吗？需不需要工作？我的电脑借给你。不需要。老板，我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我不好意思说。程瑶，我果然看错你了，你终于按耐不住露出本来面目了是吧？不是的，老板。不用再说了，请你自重。我有问题，那个家族信托纠纷这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下老板。不聊，客厅太冷了。在你房间聊也可以，行吗？我只是想进去问你几个简单的业务问题，行吗？我对你真的没有非分之想。但你之前给我推荐的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是这么演的。什么？里面那个女二和男主共处一室，勾引男主未遂，结果因爱生恨，最后诬陷男主。所以呢？
所以万一你反咬我一口，说我们共处一室，我对你图谋不轨，我怎么解释得清楚啊？你就算真的不喜欢我，也不用这么说我吧，把我想成这种人。算了，打扰了。哪方面啊？啊？家族信托纠纷，你想知道哪方面？就是家族信托从01年信托法实施以来，真正实践使用次数比较少嘛。我研究以后，对其中的一些操作不是很明白，比如说信托财产的独立性问题、过户还有登记问题，还有设计的税收操作问题，很多很多问题。就5分钟啊！你刚刚说的这些问题，我最近也在研究，确实比较复杂，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。要不你跟我进来，对比之前我整理的资料，比较好讲清楚。太好了，谢谢老板。境内信托和银行一样，是需要银监会的批准才能设立的，同时也跟银行一样，是受到银监会的监管。这个条件就让境内信托设立的门槛非常高。你看啊，第11条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信托无效，信托目的违反法律。有在听吗？有。没事吧？好痛，没事。我手机呢？去哪儿了？老板，你能帮我照一下？我找不到手机。还能干点什么呀？谢谢老板。你解释一下。这个是我对老板的爱称，爱称。你看这个傻字，有没有感受到一股淡淡的忧伤、无奈，还有溺爱啊？再加上这个臭字，老板，很多爸爸妈妈都叫自己的孩子臭宝宝的，一个臭字凝聚了多少心口难开的爱呀？爱称是吧？嗯，那你对你爸妈也是这个爱称？不太一样。这个圈呢？这个圈你解释一下。老板，那个保险法我也有问题想问你，家族财富传承。出去。我还没有学习完呢。你给我出去！老板，别赶我走行吗？程瑶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样，我告你性骚扰啊！你出去！老板，别赶我走！放手！我说实话，我怕黑，刚刚还看了恐怖片，而且现在停电了，我一个人实在是害怕。你能让我在你这待一会儿吗？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。把手松开！害怕鬼看什么恐怖片啊？下不为例啊！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还醒着呢？其实有的时候你虽然很毒舌，但是关键时刻你都是很有爱心的。你要是不困的话，我们聊会儿天吧。聊什么？就聊你从业以来的感受和心得。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也会像我们这些新人一样到处碰壁吗？像你这样天赋异禀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跟我们一样？我做律师，家里一直是反对的。啊？哦，你要回去继承家业，对吧？我爸妈为了逼我就范，对我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制裁。
我就想争口气，所以跟他们硬刚。那个时候我什么都吃不起，也没时间吃饭，所以经常胃疼。有一次好不容易接到一个案子，跑来跑去的去沟通，去送资料，就为了挽留一个律师费只有5000块钱的客户。但是我记得包哥跟我说过，你从业以来一直都是很光鲜亮丽的。那是因为我装的。在我没有被我爸经济制裁之前，买了最贵的一套西装，那个时候生活都快活不起了，但我还是每天都穿着它，以最职业、最专业的状态面对每一个人。只可惜，我跟着那个代教律师看我很不顺眼，觉得我就是一个有钱的小富二代，当律师只是为了好我，天天给我穿小鞋，害得我差点输了好几个诉讼。哪个律所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？一个大律所，名字现在我都不想再提了。我满怀憧憬的进去，到最后发现，很多资深的律师把精力全放在打压异己和拉帮结派上，完全没有放在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上。当时我就发誓，与其变成这样的律师，不如我自己创立一个精品化的小律所，人员精简但足够团结，团队有凝聚力，能把每个人的业务能力发挥到极致。所以才会有现在的均衡。不过老板，那个打压你的代教律师现在怎么样了？这种人怎么能在大浪淘沙里活下来呢？主要是他眼光实在太差了。就是，就应该小看老板。像老板这样的人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早晚有一天出人头地。倒不是因为这个，像我这种谈吐和气质，竟然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，当时没把我气死。我当时对不起啊，肚子叫的时机不太对。没关系，我正好也饿了，准备点夜宵吧。不许唱歌啊。看我干嘛？老板，以前我一直觉得你完美的像个假人一样，没想到你也跟我一样有过那么多的挫折和困扰。我不觉得我们很像。不是，其实我们在经历上还是有点像的。我在上个律所，工资只有2000块钱，经常都需要我爸爸妈妈给我贴一些生活费，其实还挺丢人的。不过最打击我的还是在那里看不到未来。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想做律师了，经常一个人偷偷回家哭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代教律师只会给我安排行政类的工作，参与案子也只让我参与批嘛，关键的会议从来都不让我参加，只会让我做一些鸡毛琐碎的事情，比如说给他老婆送礼物啊、跑腿、打印文件什么的。不过呢，他倒是有一件事情对我们特别上心，就是跟男客户吃饭的时候一定会带上我们，让我们陪他们喝酒，再听他们说一些不是很舒服的玩笑。你是傻吗？你不会拒绝啊？你是陪酒的还是做律师的呀？他叫什么呀？姚峰。做什么方向？继承法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那现在呢？还哭吗？就是上一次白新萌案件以后哭过一次，后来就不敢哭了，因为你说我哭得丑。事业最开始这2年确实是这样，忍一忍。如果觉得有什么压力或者困难的话，可以跟我沟通，或者包瑞、宇飞他们都行。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哭，也没有很丑。只是不能一个人哭啊！可以跟我说，我给你买巧克力，正常的那种。谢谢老板。再让我发现你一个人哭的话，扣年终奖。
老板，睡觉前我能不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？最后一个问题。说。你上次说我不适合当律师，是真的吗？为什么非要当律师啊？我想帮我姐姐讨回公道。邓明。不过我会不会一辈子都打败不了他了？白新萌的案子他又算计了我一次。你打败我是没机会了，打败他没问题。你这个资质跟我比起来差太远了，但是态度还算端正，勉强能抢救一下吧。那就麻烦老板帮我拯救了。再熬2年，这2年里，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，别结婚，别谈恋爱，把时间都用到工作上去。就算把老板这样资质的男人放在我面前，我都会视如粪土，绝不动心。睡觉。晚安。